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79.50，收盘价是292.98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93.88，最低价是在273.6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2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6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3 倍量增。KD 值。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开始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2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开盘之后股价经过了短暂的下跌后，我们来看看分时图。也就是开盘之后，股价经过短暂的下跌之后，然后被迅速拉升。那么下方呢是在273附近遇到了支撑，股价被迅速拉升之后上方是在292附近遇到了压力，然后呢股价在盘中是出现了震荡回调。那最后在尾盘的时候呢，股价又被拉抬到293附近，也就是收盘价收在了当日 K 线的顶部。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增，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它是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一根抱有大的成交量的一根含下影线的绿 K， 那这是一根典型的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也就是日后股价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294这个位置之后，那么将会确认这个止跌信号，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。那股价目前一旦出现继续反弹，上方的目标，或者说目前股价反弹的目标，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在3月3日我们测算是在290到294之间，也正好是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，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。那我们认为目前股价在反弹到300到309的时候，也就是在这个区域是一个强压力位。那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，我们认为股价的反弹到这个位置很有可能会遇到压力而出现横盘，或者说是反转向下。但这个位置如果能够继续被突破的话，那上方我们之前几期视频都提到过，2月25日这根 K 线，这是一个抱有大的成交量的下跌的 K 线，它的最高也就是在329这个位置，将会这个位置将是一个极强的压力。好，那我们说极强压力或者说是强压力，并不代表不能被突破，而是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那这个位置一旦能突破，那股价将会很容易去测试367这个前高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解读一个 K 线组合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刚刚出现的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它的实体部分
包含了左侧这个小的红 K。那么出现这样一根带量的绿 K， 然后右侧的实体包含左侧的这个实体，那么这更能说明就是股价会有反弹的意愿，也就是说有足够强的多头力量，他们的意愿是要反弹的。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成交量也是非常大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个信息的补充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跌，也就是收盘价会在278，或者是在269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我们也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一个是在286，另外一个是在295附近。而实际在2月28日股价是出现了反弹，收盘价是在292.98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在点位上虽然说是相接近，但是呢走势是完全不同的，因为我们预测的反弹是一个高开盘，而实际的反弹呢，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是有新低出现的。好，那么目前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这根 K 线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股价会有反弹的意愿，因此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对于3月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上方的367，站上367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。那在到达它之前，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了，首先要股价的收盘价要站上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，同时呢也是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然后在309附近有一个强压力，在329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压力。那么股价在突破这2个位置之后，当然还有一个关键的标志位，就是20日均线值。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3月3日会到达340附近，也就是日后股价想要到达367，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几个目标点位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位置就是20日均线值。那么这几个位置被站上之后呢，股价才有可能会测试367。好，367如果被站上，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420，还有上方的440，这是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股价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239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在到达239之前，目前这条上行的趋势线，包括下方的这个缺口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条趋势线，我们在之前几期视频都曾经提到过这条趋势线。这条趋势线呢是自2024年4月22日以来建立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底底高建立这样一个多头趋势，我们做出的这条趋势线。那之前呢，股价是曾经我们会看到出现涨幅，然后呢进行调整，是回踩到这条趋势线之后，然后出现的这一波大幅的上涨。那么股价目前这个空头趋势已经促使股价再次接近了这条趋势线。我们之前的几期视频都提到过，股价下跌越接近这条趋势线，那么支撑也就越强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正好是在股价在临近这条趋势线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说明下方是有支撑的。那能否止跌成功呢？要看日后
股价能否站上这根绿 K 的最高。所以我们来继续观察股价，也就是说这条趋势线是否能够支撑住目前的股价。所以在到达239之前，这条趋势线将是一个强支撑。为什么说是强支撑呢？因为一旦这条趋势线被跌破之后呢，实际上也就瓦解了这样一个趋势。那么股价很有可能呢会去测试239。一旦239被跌破，那么我们会看到下方211呢，是很容易到达的。对，好，因为股价如果跌破趋势线，再跌破239呢，那它的目标一定是要收复这一波涨幅，所以目标一定是212这个位置。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已经说过，建立这样的空头趋势，股价就是要收复这一波涨幅。那它的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12。好，那这也就是它的第二个目标。第三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82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，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看月 K 线图和周 K 线图。因为3月3日是新的一个交易月的开始，也是上一个交易月的结束，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2025年2月生成的这根 K 线是一根含有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这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我们会看到下影线是略长的。那么在之前出现了2根直涨的信号 K 线之后我们会看到在2月份新生成这根 K 线，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2根直涨信号 K 线的最低，那也就是确认了这个直涨的信号 K 线，股价将会有下行。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呢，这个收盘价同时不仅跌破了前面2根 K 线最低，也跌破了5均值。下方呢，我们会看到是在10均值遇到了支撑。同时呢，当月的成交量较之前也是略有量增。所以就 K 线而言，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，都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。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这根 K 线它的下影线略长，说明在10均值这个地方是有支撑的。那么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，股价如果能够出现反弹的走势，然后并且呢能够重新站上5均值，5均值呢现在我们会看到在2月份是在340附近。那日后接下来一个交易月，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呢，股价在日后很有可能会在下方最低，也就是在271，上方是在237之间，我们认为会在这个区间内运行。但是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不能重新站上5均值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测试下方的20均值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出月 K 线图的一个预测。对于2025年3月，在3月份股价如果出现了反弹的走势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350附近。好，在这个位置，这是360。好，那如果呢股价继续下行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40
24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其实呢，我们给的这2个位置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反弹呢，将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5均值，然后呢，并且呢，就是说能够突破350这个整数关口。那股价下跌呢，我们认为它目前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这个20均值，所以我们会认为股价会收在245附近。那么在盘中或者在月中，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一个交易月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因为这个位置呢将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标志位。那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股价是在274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一定会测试20均值，也就是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最低将会到达450这个位置，或者是至少会回踩到这个位置。但是如果股价能够在前一个交易月这根 K 线最低的上方运行，也就是在274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。因为这根红 K 它也可以称为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因为我们会看到在当月股价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，然后呢，在月末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从274被拉抬到290这个位置，那说明股价在跌升之后下方是有支撑的。同时，当月的成交量也是较之前是一个量增，所以说，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，股价能够在前低，也就是274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有反弹的走势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或者休息的 K 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，我们来看 K 线信息，也是生成了一根含有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下影线是留下长长的下影线。那我们会看到当周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周是2倍的，是抱有大量的。那出现下跌到低位，出现一根含有长长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，也说明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而且这个止跌的信号呢，我们会看到这样大的一个成交量，说明在这个地方是有大量买盘的跟进的，所以呢，出现这样的K 线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反弹的，尤其高开高走。对，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能够在前面这根 K 线实体下沿的上方，也就是在292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一定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。那目标就是要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342，或者说是站上5均值。5均值我们会看到在2月24日当周是在350附近。对，所以说股价反弹的目标就是要站上5均值。对，好，当然股价在到达这个位置后，我们对周 K 线图来说，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极强的压力。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单一 K 线的解读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我们给出周 K 线图的预测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个交易周，我们
给出的，如果股价出现上行，收盘价会在360附近；如果出现下行呢，股价收盘价会在315。周中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324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如果股价出现上行，我们认为收盘价呢，我们先来看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70附近，也就是跌破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，股价会继续下行。那么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走势啊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继续下行是很容易去测试2024年11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239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股价如果出现反弹呢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325附近，是在这个位置。也正好是前一个交易月的观察位。我们先把这根水平线移开。好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在周中我们要给的观察位就是前面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293附近。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在周中股价如果能够在293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弹的走势。那么这个位置呢，将会成为一个底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是在周中是在293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跌破前低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对于多头来说，股价在2月28日收盘价是在292.98这个位置，然后呢当日的成交量增，然后呢出现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在这个位置我们是可以进场抢反弹，或者说是做多的。那么分两步，一个是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场抢反弹，5%进场抢反弹，然后呢目标位是300关口到309。也就是说当股价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，那么这样一个抢反弹的仓位呢是可以立刻获利出场的。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呢，或者说是我们依据接下来一个交易日 K 线我们还会给出建议，那么可以继续持有。根据接下来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情况，我们可以继续持有，然后呢等待继续加仓做多。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是可以5%进场抢反弹，获利目标是300关口到309。那么对于这个仓位的止损位，我们要守这根 K 线的最低274。日后股价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么这5%进场抢反弹的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73.6前低，也就是再次出现新低，瓦解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然后去测试下方的这条趋势线。那么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，我们认为就是300关口到309。对，空头要守的位置一定是多头要突破的位置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其实也是支撑位，
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它的范围是从290到294之间，我们把它放在压力位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第2个压力位是300关口，第3个压力位是309，第4个压力位是329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给出的压力位啊，都是依据 K 线的指标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愿意给出10日均线值在3月3日盘中会到达318和320之间，会到达这个位置，它也将是压力位。那20日均线值呢，是在340附近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上方的压力位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。当然还有下面这个缺口，它是一个范围，也就是从255到274之间，这都是第一个支撑。那第2个支撑呢是239，在这个位置。那第3个支撑呢就是下方的21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也很有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。对，因为上影线很短，一旦高开盘，很有可能就是跳空的高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。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89，上方最高会到达305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02附近。出现这样反弹的走势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8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另外一个可能，也就是第2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跳空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95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80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83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横盘向下的走势呢，它的条件呢是在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29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补充说明一下，我们还要给出在3月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那么在3月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根止跌信号 K 线实体的中线是在286附近。好，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到286，也就是说股价在盘中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啊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我们预测的第2可能，也就是横盘向下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